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來賓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觀眾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趕快來關心到的是，在中東現在戰事隨時要引爆，伊朗這一回會祭出的，包括它的無人機蜂群，再加上中國大陸的電戰系統傳出來有做幫忙伊朗做支援，再來就是彈道飛彈，要對決的是美軍的航母。中美2-1走到開火的邊緣了嗎？今天會一起的來做關注。我們趕快來看到是最新消息，來自於今日以色列報最新揭露的美軍在中東，他說呢，兵力所有的布局都已經完全的全方位到位了。趕快來看到目前美軍方面做了哪一些準備。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伊朗則是完全的備戰，又準備了哪一些在武器上面的細節。先來看到美軍方面，林肯號正式抵達中東，隨行的包括了6艘伯克級的驅逐艦，還有2艘的核潛艦，據傳也在這當中。而第2艘航母現在呢，更是已經在路上了。林肯號包括它的甲板上，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已經布滿了各個型號的戰機，這當中包括了 F-35C 逆中戰機，還有超級大黃蜂等等。另外就是這個林肯號航艦打擊群核心的戰力，這邊根據了解，都是來自於多艘滿載戰斧飛彈的伯克級飛彈驅逐艦，而五角大廈在此刻也罕見的公布了它的雷射武器正式的進入實戰的部署當中了。趕快來看到空中又做了哪一些的準備，包括現在呢，因為情勢太緊張了，所以往返以色列的國際航班已經出現大規模的避讓，還有包括往返黎巴嫩的航班。而西海岸地區也出現說被看到大量的美國跟以色列的無人機在上空做盘旋。那伊朗方面當然完全的備戰，不甘示弱，趕快來看到伊朗方面做了什麼樣子的準備。先是最高領袖哈米尼已經進入到地下碉堡，在碉堡內說要指揮作戰。革命衛隊也將大量的懸掛國旗放在他的艦艇上面，推進阿曼灣的周邊關鍵航道，警告川普，伊朗已經隨時都準備好要開火了。而現在來自於軍事網站，軍事專家也做了一個分析，其實就算美軍到現在部署了非常多的準備，但是對於美軍來說，其實是充滿各種的壓力的。來看到伊朗部署了哪一些武器讓美軍倍感壓力，包括無人機蜂群，預估會做飽和性的攻擊，針對不同的航母。而伊朗的導彈一次發射可以達到數十甚至是上百枚，在對於美軍來說，攔截是一個事情是非常消耗的。另外補給線也會是美軍的致命弱點。伊朗也公布了射程超過了6000公里的新型洲際導彈的影片，但是未經外界的證實。最後來看到是傳出呢，中國大陸為伊朗提供這種新型的電戰設備，是可以探測甚至干擾到的是美方提供給伊朗的這一種星鏈上面的設備。所以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了？美軍一次推進了2艘航母，還把這個雷達武器全部搬上了實戰部署，這是戰略嚇阻嗎？中東這一戰看起來是已經完全無法避免了嗎？現在這個因為林肯號它也花了大概1個多禮拜啊，這算快，從這個我們中國南海地區趕過去了。但是那個時候的伊朗情勢還是比較緊張的，地面的情勢還是在伊朗的政府還在鎮壓逮捕這些就是起事的分子啦。那現在的情況，伊朗的內部事實上已經比較平和了。那街頭的暴亂啊，還有這種大規模的逮捕啊，甚至大規模的這種處決人犯的這種情況，好像也沒有出現。因為最初本來說有800個這個犯人抓到的，在街頭鬧事的或者說跟外界有互相勾連的那被逮到了。本來是按照伊斯蘭律法的話，那可能是要處決的。結果呢，川普那時候說：“哎呀，他們跟我們談了以後這個800個人基本上不殺了。”那所以現在地面情勢是已經沒有當初那麼熱了。可是呢，周邊情勢反而緊張起來。那這邊很多的報道都是以色列，因為以色列對於伊朗來講的話，他對伊朗實在是高度警戒的。那他也攻擊過伊朗好多次。那現在美國的這些大批的戰艦都到了以後
會不會發動這個直接的攻擊？因為有人說這麼老遠去，除了1艘航母，還有6艘伯克級的艦艇，2艘攻擊性潛艇啊，這些的軍力是可以掀起一場大戰。不過我們沒有聽說大量的，就是說要這個陸上的戰鬥人員，就是說不管是這個海軍陸戰隊，或者說正規的要登陸的這種裝甲部隊，好像沒有要動員。那也就是說，這場戰爭的形態看起來可能就是說這種遠距的超視距的攻擊，那就是用這個空中的武器來對打。那現在我認為美國這個現在要打起來，事實上美國已經準備好了，架勢拉開了，對不對？那個伊朗也已經全面備戰嘛，對不對？哈梅內伊已經進入了這個地下的這個指揮中心啊，所以看起來一觸即發。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就變成就是說，第一個，伊朗他說你打我的話，我也要報復，那很可能是打這個美軍的在這個海上的艦艇，還有一個伊朗說打你附近的美軍基地。哎，光在這個附近美軍基地，美軍可能都是好幾萬的部隊啊，這個地面部隊。那美軍是不是準備好了？他在附近的這些阿曼灣附近的好些，甚至在沙特的一些美軍基地啊，是不是已經準備好了？那這是一個問題。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什麼呢？就是川普的問題現在蠻多的。那他的裡面的一些所謂的 MAGA 派的一些傳統支持川普的。最近有一些人跟川普怎麼樣割席而坐，有好幾位，包括一位眾議員。那他的理由是什麼？他說我當時支持你的時候，就是你批評民主黨濫用武力，在海外參加了一些沒有意義的戰爭，都是民主黨啦。所以呢，你當時說你當選以後，你不會再打海外戰爭。所以當時這個美國在是第一次攻擊伊朗跟第2次攻擊這個委內瑞拉的時候那有一些人就已經退出了，這是 MAGA。所以這個如果是一般民主黨人反對的話，川普可能不會那麼在意。可是如果他的 MAGA 陣營的人會說，你當時支持你就是因為你不是胡亂用兵，那你現在突然你又打了這個伊朗，那可能會造成他國內那麼 MAGA 陣營的進一步被分裂掉，那這是他的問題。第二個就變成就是說，戰爭可能都要在那個節骨眼上打。那你現在這個伊朗內部的情勢已經遲緩的時候，你打伊朗的用意是什麼？對不對？你可能有勝算，可能問題就是說你願意承擔你的損失，可是你的出兵的目的是什麼？師出要有名嘛。所以我覺得就是說，情勢雖然緊張。可是我覺得，真的要打起來，對川普來講的話，那可能是弊大於利。那如果是對他的政治的處境弊大於利的話，我覺得他會很審慎。好，原本川普是說他在第2個任內的時候，他是不會在海外動武的。結果沒有想到這一回看起來是戰爭一觸即發。那當然，川普前提也有說過，他說在2個月，他認為伊朗就可以擁核了，所以他們應該要先動手。就看接下來美方的動作是什麼。那剛剛其實講了嘛，伊朗方面則是已經完全的做好備戰的準備了，包括啟動他的無人機、海跟飛彈，都在遠端做好了準備。這一種武器能夠打敗美國的高價值目標嗎？干哥怎麼看？對，刚刚大使講沒有錯，就是說你今天到底要怎麼打這場仗？我今天到底是要實質佔領，就像沙漠風暴自由伊拉克這種行動，那是真正陸戰隊要上去的。陸戰隊要上去，一定牽涉到調動，牽涉到調動的話，就是全球部署，那所有的後勤指揮跟支援都要跟着上去。你現在看了沒有？代表說，今天你要干預伊朗國內的這個政治局勢，坦白講一句，那你要有非常多的動員。可是我們沒有看到美國的後勤有在動員這樣，所以你可能要在援引這個去年那個12日戰爭去修理伊朗，把他的核設施給擊毀的話，那現在美國的目標到底是什麼？因為你這次的目標不是核設施，而是想要把哈米尼這個政權給拉下台來。那恐怕需要地面部隊，沒有地面部隊，你要怎麼樣去真正？因為你要知道，你的目標應該對於大部分伊朗人而言，他們是無辜的，你只是對於神權政府
你想要拉下台來，可是你今天如果不派地面部隊，甚至不派特殊任務小組的話，你根本做不到。尤其是你今天派了航空母艦啊 ，CV-72林肯號已經抵達了阿拉伯海，現在馬上就要進入波斯灣了。那另外一艘可能是羅斯福號 CV-71也會到。那2艘航空母艦他們能夠做的事情是什麼？我可以告訴各位，他們如果要派戰機真正到德黑蘭的話，那直線距離是1000公里，那已經到了戰鬥機的極限，除非戰鬥機在空中進行加油，而且不止加油一次。对，所以真正你要忌憚的不是光是這個，你還要稍微退後一點，不能太靠近。為什麼？因為伊朗如果真的照他所講，照革命衛隊他所講，一次恐怕是數十到數百枚的無人機的話，這雙方都牽涉到什麼？因為像伊朗的見證者無人機在俄烏戰場上面已經被證實非常有效。因為他們都支援給俄羅斯用，非常有效。那但是呢，如果說他要攻擊在海上的航空母艦，它的航程到得了到不了。那美國呢也一樣，怕會被他打得中的話，數百枚群風式的無人機直接進襲在波斯灣上面的美國航空母艦的話，那美國承受不起。大家要知道，美國航空母艦只要中彈，那是全球頭條新聞。不要說把它打殘了，它只要中了一發，那很可怕。當然，伊朗他們現在有很多宣傳媒體，他們甚至掛在那個街上都說，你看，這就是美國航空母艦的甲板，已經變成從白色變成紅色了。他們那個畫的那個漫畫還真的很寫實。但是我要跟各位講，就是說，你可能把它貫穿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打成，那必須至少要數十架的無人機都命中目標才做得到。所以我覺得川普跟哈米尼現在互相對方都在試探說我們到底要怎麼打這場仗。可是我覺得對於川普而言，不打不行。為什麼？因為你如果真的沒有一些有效的作為的話，那你上次所建立的美國真偉大的那種概念，你就會被人家打破了。就說哦，原來你去伊朗也不敢真的教訓對方，因為他背後可能有中國和俄羅斯的支持，所以你也顧此失彼，你會擔心，你不敢真正的出手去教訓伊朗。這就是川普他必須要去思考，他接下來他能不能夠在他的大國博弈之中真的能夠贏得勝利。所以对於伊朗的態度究竟是什麼？我們現在很值得觀察的是，只剩下幾天了，美軍已經到了前線，不可能中途說啊沒事了，對，回來不行嘛，你一定要做一些事情嘛，你要像以前打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設施一樣，今天我也打了哈米尼在革命衛隊的德黑蘭地下的碉堡，打一次給你看看，你也許不會真的把他給打死，你不能再用 GPU 的57的鑽地彈對付他嘛，但是你總要做一些讓大家全球看到你美國的決心。我覺得現在真的是戰雲密布，很可能接下來會讓大家都要跌破眼鏡。好，美軍都已經這個武器啊，它的所有的航母都已經走到最前線了，就看下一步川普會怎麼做決定。不過，除了要考量自身在軍事上面的實力之外，還有就是地緣政治，甚至是中俄在這當中也有角色。那這一次傳出來報道說，中國大陸也有祭出這種電戰的技術給伊朗，可以阻擋下星鏈，做星鏈上面的干擾。中國大陸有可能真的做這樣子的一個技術支援給伊朗嗎？中俄在這當中又如何左右這場戰爭，或者是介入多少？上志哥怎麼看？我想這2年涉及到中東伊朗方面的戰局，始終都會有傳出說中國大陸支援武器等等說法。但到現在我們要知道，這些消息基本上都是自媒體當中的這一些自媒體主所發布的。那我們看，其實最早來說，就2024年10月，當時以色列跟伊朗的這個部分的衝突的時候，10月的時候，當時就是以色列發射了很多的飛彈。但是呢，就伊朗基本上好像都打下來了，外界都不相信伊朗有那麼厲害的，所以就那時候就開始說，是不是由中國大陸提供的防空的這個武器？但事後證明，其實是俄羅斯的 S-300跟 S-400啦。那當然，一直到現在來講，特別是單這2天，就又有這個自媒體博主宣稱說，在中國大陸有連續56小時之內有16架中國大陸的運輸機、大型運輸機送去了，沒照片哦。所以我們現在這幾年聽到的都沒有照片。那但是目前我們傳聞下來積累，中國大陸
江湖傳聞到底已經給伊朗哪些武器呢？首先傳最多的就是轟七9B，那當然作為防空性的系統，另外還有殲10C跟空警500枚照片啊。好，我們來講中國大陸會不會給伊朗武器？我覺得從這些歐美的外圍自媒體之外，我們也來看看在中國大陸裡面有沒有一些自媒體博主談到這方面的事情呢？其實很少。雖然也有人說可能有，但是那種暗示性的部分東西都比較謹慎，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中國大陸對於這方面的內部控制的消息看起來也沒有什麼像消息走漏，只是中國大陸的裡面的網友們也很愛猜，我們的武器那麼厲害，怎麼不給伊朗呢？但是各位要知道哈，在反對美國的陣營裡頭，在全世界是俄羅斯、中國、伊朗，再來最近有巴基斯坦，主要是這幾個國家有生產厲害的武器，供給那些反美或非美陣營的其他部分國家。所以伊朗自己本身就是生產武器的大國，大家不要忘記。像過去伊朗的無人機，如果不是在烏克蘭，大家發現俄羅斯怎麼有那麼多伊朗無人機，外界都還不知道伊朗的無人機已經可以自己做到厲害這個地步了。所以我覺得现在來看，到底中國有沒有支援，有沒有具體給？可能性還是有的，但我認為以我們對中國的了解，以及包括中國跟伊朗之間，還是沒有像比如說跟沙特啊跟等等那麼樣的緊密，最多應該是防禦性的武器為主。因為防禦性的部分其實都是相對來說比較合理的，所以現在這種認為，我現在大家都在傳聞，主要也是敲碗啦，希望中國除了印巴這個空戰之後，讓大家看看有沒有很厲害的，特別是電戰技術，有沒有一些體系化作戰的，讓伊朗可以把以色列或美國打得落花流水。大家也看到中國的新的武器的厲害，畢竟印巴戰爭已經快要1年了哦，所以主要的原因是敲碗，我想。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我們要持續來關心到的是張幼霞這一次的落馬真相，我們就在節目上會來做一個比較深入的分析。連紅二代也沒有免死金牌了，趕快來看到是解放軍內部的一個最新的震撼彈，就是這2位了，包括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張幼霞跟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劉振立2個人，因為在這邊涉嫌嚴重的違紀違法，遭到立案審查做調查。那麼我們看到解放軍報是怎麼樣做形容了，他特別形容到了他們嚴重的違法，包括了5個嚴重哦，像是違紀違法、破壞政治紀律，還有損害軍隊形象、備戰打仗等等，所以遭到調查。更關鍵的是，其實有2句話，他說呢，在黨紀國法面前，身份是沒有豁免權的，就算你過去有功勞，也不是抵罪券哦。那麼這次落馬的張幼霞，大家會很驚訝的原因，就是因為他的身份、他的背景非常的不凡。他除了是紅二代，是開國上將張宗遜之子之外，張幼霞更被視為是根正苗紅哦。他的这個紅二代背景，而且呢，他還是第20屆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地位之高。外界流傳2個人落馬的原因，除了說現在傳出來的種種原因之外，其實外媒也做了非常多的報道，特別提到說有涉及到像是間諜案，給美國一些情報，或者是兵變。但是呢，張幼霞我們剛剛講了嘛，他的地位之高，還有解放軍2把手的稱號，真的有可能這樣子做嗎？特別請教大使怎麼看？其實這個中國大陸官方對於張幼霞這次的這個落馬哈，他提了5點，大家都是嚴重的啊。當然，解放軍報講的是比較簡單的。那事實上，軍方的發言人講的是比較詳細的，一共5點。那這裡面沒有很明確講到是貪腐，沒有提到貪腐這2個字。可是呢，是嚴重違紀違法。這裡面呢，就是說，我覺得5個嚴重裡面，第2個嚴重啊，聽起來真的是蠻嚴重的。為什麼呢？他說嚴重踐踏破壞軍委主席負責制。軍委主席負責制，也就是說啊，中央軍委有主席負責。那張幼霞是副主席。所以你對於主席的這個哈，你的這個服從性，或者說你在政見上有沒有特別的堅持啊？讓怎麼講呢？
讓主席很難做裁決。那這個第2點講完，講第3點啊，他說嚴重助長黨內嚴重助長影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危害黨的執政根基及政治及腐敗問題。這邊提到了腐敗問題，那這裡面就變成了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建軍思想從一開始就是什麼？黨指揮槍，槍不能指揮黨，也就是政治指導軍事，軍隊軍事是要達成政治目標的。那所以軍隊要對政治絕對服從，不能夠因為你從所謂的全軍事觀點那麼你去把政治觀點把它怎麼放到一邊。這個我記得大陸有一些文章就是說反對純軍事觀點，反對純什麼觀點，基本上就是說你不能拿軍事的理由把政治的目標擺在一邊，或者政治指導擺在一邊。所以我看了這幾個其實是蠻嚴重的。是，那這個也就是变成就是一般到了這個位置來的這個尤其解放軍從真正解放軍基層做起來的這些將領來講這些是蠻嚴重的。因為你到了最上層的，你已經不是帶兵打仗了，你是要服从党最高的政治方針，要不然你不軍隊都成山頭了，对不对？都照軍隊的想法來做事的話，那軍隊有的時候是我們從中國的歷史上，古今中外歷史上，那個對於整個國家的這個運作會變成不是一個正面的。所以我覺得這5點講起來的話，真正也顯示出來，那麼目前可能有一段時間在大陸的這個中央軍委的高層有一些現象存在，那這些現象就造成了那張又俠跟劉振立是中央軍委的委員嘛，中央軍委委員那的落馬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以目前我觉得大陸的政治風氣就是很清楚，政治文化很清楚。第一個就是說貪腐你不能碰，貪腐沒有上限打貪沒有上限，不是只打蒼蠅、老虎獅子甚至赤紅赤鳳照樣一律都打，沒有位階的問題。第二個就是說這個基本原則，尤其在軍委會來講的話，就是黨指揮槍，政治是高於軍事，軍事思想要附着於政治思想之下的。那麼這個大陸的講法就是軍隊解放軍是黨達成政治任務的這個忠誠的骨幹。那這個是一個原則，如果這個原則出現問題的話，真的是沒有上限的不會說當然不是說無限上綱，可是呢，不管職位再高，不管職位再重要，還是在這2個大原則之下、大的紀律之下，那是沒有辦法過關的。是，好，所以我們也要看到說，那2位高官現在落馬，對於說這個軍委人數現在驟減，會不會接下來衝擊到槍桿子政權？等一下請上志哥帶我們看。我們先來回顧一下，其實從2022年的第20屆中央軍委成立以來，本來應該是有7個人的領導班子，實際上呢，現在其實只剩下2個人了，包括了習近平跟張生明2個人。那畫面上 CG 我們也可以看到，我們整理出的一系列從2025年6月開始，各個委員進行的，不管是黨的開除、軍籍或者是立案調查，當中包括了李尚福、苗華、何衛東、劉振立到張又俠等等的人。那外界有解讀說，現在軍委人數變少了，有2個解讀，一個解讀是說，代表說習近平未來的權力也高度集中了；另外一個解讀是權力不穩。那上志哥又怎麼看？現在所有在外面傳說對於習近平在軍事方面的權力不穩的，大家基本上都是像法輪功一些外圍的宣傳組織。只要對中國大陸有一些真正了解的人都知道，現在習近平的權力穩如泰山到難以想象。那為什麼這樣講？其實特別是這一次連張又俠都能夠拿掉或落馬，那就顯示說，因為張又俠之所以升任，主要就是他跟習近平他們2個人的爸爸當時就一起在打仗的。所以過去在軍中的2個人的爸爸都已經世交之好，
那麼習近平跟張又俠基本上都是可以說小時候在一個大院裡頭一起成長的，彼此知之甚深哦。所以在這個過程裡，最後還是把你自己這個發小拿掉，這必然有一些絕對性的原因。那麼除了剛剛其實大使所提到，我認為這裡頭真的個人認為最大關鍵是第一個當然貪腐啦，沒有話說。第二個當然其實就是在他們自己的5大的問責，就是說張又俠的這裡頭最重要的其實就是他干擾了軍委主席習近平在軍事上的意志。其實我們不得不說，在過去在胡錦濤時代，當時後來在2012年，當時就開始開除掉。就把這些貪腐的又亂搞的這些軍委副主席，我想印象最深刻的其實就郭伯雄跟徐彩厚，他們那時候架空胡錦濤的嚴重性，就眾所皆知，事後也被驗證了。所以這個軍權權力在大的時候，這些副手們不要說是他們自己無視於國家領導人，而且他們自己本身一個上將，各位算一算他底下有多少中將、少將，一整串怎麼講？大粽子或大葡萄一整趴都是他們同甘的人。現在你端掉一個上將，大概就我私下了解，大概上下超過100人到200人，這些所謂台灣說的中校、上校以上手上有實權人是全部都要拿掉的，因為這個貪腐是一個連帶性的東西。所以這就可以知道，不是習近平大權在握，而是習近平下了多大的決心。這樣子的魄力到整個軍委，過去軍委5人7人，乃至到現在只剩他跟張生明，而且張生明是去年才剛上來的，而且眾所知道張生明沒有打過仗，張生明自始至終不能說是文官，但他自始至終都理解是他就是幫習近平在軍中清除貪腐的最關鍵的人。那麼升上來之後，才不到半年期間，張又俠就被弄掉了。而且其實我們都知道，這2天在美國的媒體裡頭，華盛頓郵報就指出，甚至更嚴重的披露一個秘辛啦。但是現在這個都還沒有被驗證，就是到底張又俠有沒有洩露中國大陸核武器的最關鍵的數據跟機密？但美國方面現在這樣說，各方面都是保持了懷疑，還在看這幾天後面有沒有影響。如果這真的是最關鍵的原因，怎麼可能不把張又俠拿掉呢？所以現在我覺得最主要的部分，第一個沒有錯，習近平当然是大權集中，而這個集中主要在於不只是說他不容忍在道德上不能有貪腐，而且你知道貪腐就有裂縫，你貪腐可能就會被美國收買。這樣子的嚴肅性不可能在軍委最核心決策者裡頭能夠出現的。貪腐不是道德問題，是情報跟國與國之間最關鍵的這樣子的一個問題。第二個，我認為在這次93大閱兵也可以知道，習近平越來越願意讓在基層戰區的那些少將、中將直接來執行最高的任務。無論打台灣，無論中美對抗，一旦發生重大戰爭的時候，不一定要上傳統，一定要有個上將指揮一大堆中將，指揮一大堆上不用。如果那些是真正有戰力的，直接少將、中將拉拔起來，這些又肯幹、又研發、又不貪腐的話，何樂而不為呢？我認為是這次整個大清掃，要把從過去戰區改變到現在，從人事操守到真正習近平在尋求真正的軍事專業、軍事人格、效忠忠誠的這樣的基本條件，才能夠在他身邊。好，習近平一方面我們看到在內部自己做軍系的一個大清掃，那現在大權在握，那接下來大家也在關心說，接下來對於台海的局勢跟這個決策到底會有什麼樣子的影響？其實有2個說法，第一個是說高層的震動對於台海來說是會降溫的，第二個說法是說對於台海來說反而是情勢會因此升溫。我們先來看降溫的說法，代表說解放軍的指揮鏈現在要做怎樣全部的一個全盤重整，那對台的軍事行動可能就會暫時先放一邊，先不要管。第二個事情是說，對台海情勢可能會升溫，就是因為習近平已經為未來重大行動做了一個比較徹底的清場。那軍權現在比較乾淨了，他反而會在台海上面可以更集中壓力。哪一個說法比較有可能？第一個問題請教幹哥。那第二個問題也請教幹哥，是說有人說呢，張又俠事件會這個削弱解放軍戰力，但是以台灣的國軍為例，其實也有分成5級的代理人制，所以對於解放軍來說，到底會不會傷筋動骨，這是第二個問題，請教幹哥。好，你看看哈，現在中央軍委只剩下張生明跟習近平2位了嘛，軍事委員。那你就認為說這個機器就轉不動了嗎？你錯了，完全轉得動，根本不用擔心這種問題。從那個李尚福就前國防部長啊，還有軍委苗華、何衛東等等，陸續中箭下馬。我們那時候就一直在看接下來是誰，為什麼？這些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職務。
那就是宣布苟合、打仗、外交，這些人都是最重要的成員，一一下馬。接下來我們就知道說，今天張又俠可能會淪落到這一天。果然驗證了，就代表什麼？習近平主席他有一個步驟在做，只是什麼時候出手而已。《華爾街日報》這次所披露的，我覺得雖然他說我有憑有據哦，這是以前中核集团總經理顧軍他講的，張又俠涉嫌向美國可能是五角大廈啊去提供最重要的核武設施的核心計劃，我覺得講的跟頭是道，跟真的一樣。但是以張又俠的身份跟地位，他可能去做這樣的事情嗎？那叫做叛國，我覺得完全不可能。偏偏《華爾街日報》竟然採用了這個消息來源叫顧軍的，我相信現在很多記者都要去找顧軍這個人，希望問問他到底究竟是怎麼回事。那不管怎麼樣，還有更扯的，更扯的說什麼？其實啊，劉振立在被捕之前啊，他已經調動了82集團軍。大家知道82集團軍是什麼嗎？它的前身就是38集團軍，打過韓戰的，是真的有實戰經驗的，調動了82集團軍。難怪北京市民現在可以在街上看到很多軍用卡車跟裝甲車在路上運動了。所以說，哇，是不是中南海出了什麼事情？我告訴各位，什麼事情都沒有出，好不好？那是正常的調動而已。如果今天那個劉振立他今天真的調動了82集團軍的話，那恐怕99A 式主力戰車就跑出來了。那絕對不是你可以想象中，北京現在還是一樣馬照跑，舞照跳。所以像這樣子的傳言，就像剛剛那個上次說的，這個大部分都是我們法輪功的報紙啊，他們就是專門在散布一些這樣的東西，這些東西都經不起任何的驗證。回到問題的主題，就是說這樣子對台灣啊，就是2027年的台灣，是不是會比較遲緩呢？我覺得你千萬不要這樣看，尤其我們自己台灣同胞就不能這樣看。是，今天就算是張又俠中介落馬，然後劉振立他也落馬，兩對夫婦都已經被帶走，可是對於整個中央軍委，對於整個中共的軍事體系，一點威脅跟影響都沒有。我不認為他的態勢會變得鬆弛，而你要說他會變得更緊張嗎？也許是，因為有人說張又俠屬於鴿派，習近平屬於鷹派，這些都是揣測。不要用這種單一的揣測去二分化這樣子。我告訴各位，台灣的局勢完全要看台灣自己本身要能夠幹什麼，要能夠跟中國願意我們兄弟之邦要坐下來談，這才是重點。不要去猜測說會變得更好，或會變得更壞，這些無謂的猜測，我覺得根本沒有必要。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持續要來關心的是韓國跟加拿大這個加關稅當武器，那日美同盟當人質，今天會來特別看到的是川普針對這一些跟中國大陸靠攏的盟友，開始施加了非常多的壓力。最新消息，我們先來看到高市早苗在26號這一天，有事沒事又突然間再次的拋出了台灣有事論，而且他這一次呢巨細靡遺的講說，來假設一下美軍如果遇襲的一個戰爭場景，放話說如果在此刻美軍遇襲，日本還袖手旁觀的話，他很擔心接下來美日同盟會立刻的崩潰。大家也在看說，為什麼你在這個時候要說出這樣子的話？是真的你想要做到所謂的美日共同防衛嗎？還是你只是被美國被迫表忠誠？還有另外一個說法，難道是因為接下來在2月8號很快的日本就要經過這個眾議院的改選，剩下不到2週的時間，是不是高市早苗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計劃呢？但是我們先來看到，不管怎麼樣，現在日本正在遭受被經濟反噬的一個結果。我們來看到對於經濟上面有多大的一個衝擊。首先看到中國大陸赴日航班大規模的退票，去年觀光其實表現得非常好，每一年
消費還高達了9兆日元。但是現在少了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中國大陸的旅客，對於日本來說，今年觀光的衝擊恐怕會非常的大了。接下來中國大陸還會祭出它的這個限遊令，所以預估還會再明顯的壓低日本的觀光。而日本自己國內的通膨更是非常的嚴重，不管是他們的這種傳統食品漲幅大漲超過10%之外，米價更是創下50年新高哦，一度是飆到了37%。大增了37%，有90%的民眾，日本民众都預估說，這物價還會持續的上漲，壓力真的是非常的大。所以節目一開始，我們要來特別來看看到底高市在想什麼？為什麼他這個時候還要再提台灣有事？是為了要提高自己的政治聲量，還是真的是為了國家安全？那日本的經濟會不會陷入泥淖當中？尚志哥怎麼看？首先，我们来看到底這一次又說台灣有事，高市早苗怎麼說的哈？他的這個說法，他是說，他強調，若台灣發生危機，而且如果這個時候美軍跟日本聯合撤僑遭到攻擊的話，日本置身事外，那麼日美同盟將會瓦解。你看，若什麼什麼台灣有事，而且台灣有事的時候呢，美日在撤僑的時候被攻擊。你只要有任何一點這種政治或有點邏輯學，你就知道，我們都講 if 什麼，有個假設你是可以來做推論，但你2個假設窄化了這個最後一個極端情境之後，你再掐出來說這個東西，而且前面講台灣有事的裡面的這個很撤僑被攻擊，而且你最後的結論是日美同盟就會崩潰了。所以呢，這次的台灣有事，它不是真正重點在台灣有事，真正重點是在日美同盟崩潰。可日美同盟會崩潰嗎？為什麼會崩潰？那就是因為他們在撤僑時候被攻擊。好，所以這個部分就可以知道，這一次高市早苗因為又談台灣有事，所以受到大家的注視。但說充其量，我們看到他這個東西是有點頭腦不清楚。跟你講說，不得不說，他要不是刻意講，就亂講一通。為什麼他亂講了？因為他有壓力了。要知道，這一次解散眾議院之後呢，高市早苗已經說，如果自民黨沒有辦法過半，他就要辭職。可是事實上，他在宣布解散眾議院之後呢，在日本所有主要媒體的民調都發現，支持他解散國會的非常非常低，而且都是遠遠的高過那些支持他非常低，遠遠都是低於那些反對眾議院被解散的。而且就像剛剛講，在所有民調都，那現在日本民眾在意什麼呢？剛剛前面講，在意物價，在意通膨，在意景氣，在意產業，甚至在意匯率。對於在意他這個台灣有事跟這個軍事方面的這個問題的部分，不到20%，是所有議題當中的最後一名。所以高市早苗怎麼辦呢？他現在眾議院解散，就是為了要強化這種包括軍事跟憲法，包括等等的這些東西的所謂一種意識形態上中他所追尋的目標。然而，民眾在意的是現實，因此這次選舉，覺得高市早苗真的他個人的高聲望。而且這次他一宣布的時候，他就立刻跌10%，對。而且現在每一天下去，到最後投票之前，會不會一直跌下去是有可能的。所以他壓力之下，就像我們在台灣說芒果乾一樣，他也拿出這個極端性的部分東西。所有國際地緣政治被拿來運用的，基本上都是為了國內自己的選舉。這個不是對於國際間公開發言，只是透過這些敏感性的發言，要來收攏他自己國內當中的選票而已。好，所以我們看到高市早苗為了他的政治聲望，現在開始做了這種言論，希望能夠救他的選票。同時呢，也是看到日本的經濟前景未明哦。那另外一方面，其實也很擔心自己的經濟狀況的，還包括了其他2個國家。那同時也是美國的盟友，最近被美國施壓的就是南韓跟加拿大。最近因為跟中國大陸靠攏，所以呢，川普決定要對這2個國家。再祭出關稅重拳，到底合不合理？等一下我們來看。首先，針對南韓做了什麼樣子的重拳？川普針對南韓的汽車、藥品跟木材關稅從15%正式的決定，突然間哦，沒有理由又拉到25%。理由是因為你們的南韓國會到現在還沒有批准去年7月的美韓貿易協議。但是呢，打臉川普的事情是，南韓對美投資大部分都是 MOU 形式，是不用送到國會做審查的，美方自己
己也知道，但是川普還是做了這樣的決定，提高了關稅。再來是針對加拿大，同樣祭出了100%的關稅，理由是你加拿大跟中國大陸太靠近了，你們一起簽訂達成的貿易協議，成為中國商品的轉運港。但外媒指出，其實這個對於這個加中的協議的規模還是非常有限的，不是這麼的大。那川普還是決定要課這樣子的一個稅。另外一方面，我們看到的是李在明跟卡尼在今年1月份訪中也同樣簽署了 MOU 哦，所以都讓川普感覺非常的眼紅。而我們看到是加拿大的總理卡尼最新也在達沃斯論壇呼籲中等強國團結對抗大國經濟，這邊指的就是美國的威脅等等，都讓川普感到倍感威脅。所以接下來要請教大使又怎麼看？南韓跟台灣其實有點狀況像。都是簽這個 MOU， 其實不用送到國會的。那這一回，川普以國會為理由，對南韓又多增了15%到25%的這個高關稅，到底合不合理？這個我覺得合不合理，就是存乎川普一心啊，川普一心了，对不對？現在是欲加關稅，何患無辭？對，他現在就是說，韓國的國會沒有採取行動，他說他們沒有立法。因為他說這是他們的特權，這是你既然你有你的特權，那我的特權就是幫你加稅，所以他已經確立了哈，要將韓國本來是一個 flat， 就是說一律的關稅都是15%嘛，對不對？所有的東西賣到美國都15%，現在呢，他把3樣東西拿出來，變成25%，汽車、木材還有藥品，韓國這3項東西輸美變成不是15%，變成25%。那這個當然是對韓國施壓啦，因為稅的東西很好調，稅的話你就比如說美國賣到韓國的稅東西的稅，所有都變成0嘛，川普不是都這樣子嗎？就你不能跟我課稅啊。那這個部分的話，那一般來講的話，各國的慣例就是說，你的稅則一定是要一定是要誰？一定是要國會同意的。稅則的這個地方不難啊。可是問題就是說，韓國還答應了3500億的這個投資，那這裡面我想就變成就是說，可能川普認為這個資金的到位啊，配合的程度啊是不夠的，所以呢，他這個把這個情況推給韓國的國會，那麼其實也就等於推到李在明身上，因為韓國現在國會是李在明他們是主導嘛，對，所以就變成就是說，他現在把這個罪推到國會。那我覺得是川普對韓國大概在認真履行他跟這個美國的這個貿易的這種各種的安排的延宕所造成的，所以呢，我想這也是一個殺雞儆猴的辦法，因為同樣跟美國做成協議的還有日本啊，那麼還有台灣啊，還有加拿大啦，這些也就是川普說這些東西你們不能等。你要拖的話，你給我一個沒有實現的一個時效的話，那我就是要在這個中間，我就要加碼來制裁你。好，那另一方面也請教乾哥怎麼看？就是針對於加拿大跟南韓課稅，跟他們最近向中國靠攏有沒有關係？對啊，你看，現在我跟你講，現在為什麼你知道？就每年都要檢視美加墨協議。美加墨協議是美國、加拿大跟墨西哥這3個國家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經濟貿易協定。那他現在因為我也要就再重新檢視美加墨協議的時候，那川普一定要先放話啊，你跟中國靠攏是不是？2024年的時候你還跟着我，對於中國進口電動車課徵100%的關稅，結果最近呢2個講好了，你知道？中國進口電動車變成只剩下6%啊，對，天差地遠，然後搞什麼？你要跟習近平眉來眼去是不是？那我也不當面拆穿你啊。我也不要再叫你加拿大加入我51省，我光課稅課關稅，我就可以把你給整死。我跟你講，所以現在其實卡尼啊，加拿大總理，老實講一句，他發了一篇很長的文章，他的文章就是說，我們現在看穿的川普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篇文章被我們的前行政院長陳沖譽為最近寫的最好的，就是說經濟文章。他說卡尼完全點出川普的霸權心態，只要你不聽他的話，他用各種方式。但是卡尼已經講出來說，我們作為一個中等的強國，也不算太強。我是一個中等國家，加拿大是一個中等國家，他不但要尋求自立自強之外，他還要很多
跟它一樣規模的國家的共識，也就是說，你應該要發展很多周邊關係、多邊關係，而不是一直因為加拿大在經濟跟軍事上啊，以及北約組織，它一向都是美國的附庸，這是事實嘛。所以川普完全把你這個國家給看穿，所以這次他準備再祭出25%以上的關稅，他就是代表說，我看你也不能反抗，看你敢不敢再跟中國眉來眼去。那對於南韓也是一樣的道理啊。可是我覺得南韓人比較不鳥，他比較不鳥川普，你知道？啊，飛彈我都不怕了，北韓打飛彈我都不怕，我還怕你關稅嗎？所以在這種情況底下，其實川普現在也在布他的局，用他的招啊。那高市呢？高市也是啊，為什麼再講台灣有事？你不要再講了，你一直講台灣有事，你真的，我跟你講，你可能2月8號你真的會選輸，你選輸就像你自己講的，捲鋪蓋就回去了，這也沒什麼奇怪，因為日本換首相跟換那個什麼換早餐店一樣那麼的容易，對不對？我是真的覺得不要再談台灣有事了。那他現在這一段時間，他也當然希望跟美國靠攏，為什麼？因為他們那個關稅協議好不容易談下來了。如果這次再出現問題的話，先不要得罪美國，我覺得這是高市早苗他現在的政策的立場，所以無可厚非。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線。接下來要趕快來看到在美國自己內部的動亂，這是來自於 ICE 哦，因為無辜的他們就是擊斃了這些無辜的平民，引爆了美國自己的內戰，而且是在3週內2位平民遭到 ICE 給槍殺，引爆了全國怒火。現在川普的不滿意度已經高達了58%，傳出美國恐怕再度關門。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這2起哦，包括3週內2起來自於 ICE 的這個槍殺，是擊斃了2名手無寸鐵的美國公民，分別都是在37歲，第一位是在1月7號，這一位是37歲明尼蘇達州的白人女性遭到槍殺，所以美國民眾非常的憤怒，走上街頭抗議。第2位是在1月24號，前幾天而已，同樣也是37歲，這一位是男性護理師，也是白人，他叫做普雷蒂。他在抗議的過程當中跟警方發生了拉扯，被 ICE 擊斃。紐約時報特別做了一個披露，他們覺得這一位護理師是非常無辜的，原因是因為他當時被警察撲在地上的時候，手上他拿的是手機，並不是任何的武器。被壓制8秒的時候，特工才大喊說他手上有槍。但是呢，隨後2-3名特工在5秒內又持續對他開了10槍。這畫面在網絡上曝光之後，引爆了全美的怒火。數千名來自於這個明尼蘇達州的民眾，在零下22度的低溫當中走上街頭抗議，要求 ICE 滾出社區。然而，我們來看到的是，川普不但不忽視這一些聲音，還直接在這個他的社群上面痛批民主黨，說他們拒絕和 ICE 合作，庇護這一些治理民主黨治理庇護這些城市和州，拒絕和 ICE 合作。他們還鼓勵左翼的政治煽動者非法阻礙我們對最惡劣之人的逮捕行動。傳出川普現在還要考慮動用叛亂法，強化 ICE 的執法力道。趕快來看到最新民調，只有39%的民眾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哦。那麼我們來看到川普的鐵粉也是这個忠實粉絲也是不斷的在減少，對於反對者對川普已經上升到53%了。現在很少人願意支持川普，幹哥怎麼看？我跟你講啊，明尼亞波利斯市長哈。他講市長講說你 ICE 可以滾出我們明尼蘇達州了，他講真好，有 guts。為什麼？因為你知道這個海關執法局啊，他當時對於這個普雷蒂啊，他是白人哦，強調他是白人哦，他是一個什麼？他是男護士啊，在台灣講法叫做護理師。男護士在當地，其實他是一個很有熱情的人，他其實那個時候在就是抗議事件中，他在指揮那個交通，所以他其實老實講，但是他的動作比較大，我們側面了解。那但是呢，他右手拿一個東西，那當那個安全部隊在靠近他的時候，他曾經有說：“你們退後 ，back， 你不應該對於這個抗議的人士對進行壓迫式的那種
那種行為，那種包圍的行為。所以普雷蒂那個時候是站在抗議民眾這邊。坦白講一句，他當時拿着手機在揮舞的時候，安全部隊，我跟各位講哈，不管是 FBI 啊，或者是 DEA 啊，美國缉毒局或者聯邦調查局，那標準的作業就一定是一起喊 free 就是什麼？就是不要動啊。然後如果你手上有任何東西的話，他們就會講 drop your weapon， 把你的手上的武器丟掉。你的手機也是武器。Drop your weapon， 如果你有任何武器，你通通要從手上丟掉。如果沒有的話，他們就有執法開槍的合法性。這是，就說美國國內的法律就是這樣，就說當他們認為這是緊急事件，已經威脅到幹員的生命的時候，他們就可以直接執法了。它不像有很多國家只能夠用催淚瓦斯或是子彈。當然，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還是用了很多催淚瓦斯。在這種情況底下，普雷蒂就真的被打死了。然後現在 ICE 在他身上說：“哎，我們查到了9厘米的克魯格手槍啊，那這個是他身上的。但是我們承認普雷蒂他有用槍執照，這個東西到了法院還可以拖很久。我現在先跟各位講，除了這件跟上次大家知道那個三寶媽古德之外，已經死了2個人，還有6個人在 ICE 的這個。”就是他們的執法過程之中死在拘留所裡面，川普你要怎麼解釋？我可以告訴你，這個美國的內亂還會繼續再上升。好，這個是普雷蒂之死哦，引爆了民眾走上街頭。那其實非常多的政治人物、知名的政治人物跟这個影視界的人物也出來做了抗議。我們先來看到，包括了前總統奧巴馬發文說，美國價值正受到攻擊警訊。令人心碎的是，這是美國人的警鐘。克林頓也呼籲民眾挺身而出哦。娜塔莉波曼則是說呢，譴責 ICE 是人性最惡劣的行徑。多位民主黨的參議員也強勢的表態，反對 ICE 及相關的撥款法案。如果法案卡關，美國聯邦可能再度的面臨關門危機嗎？大師怎麼看？對，這裡面就是說出了太多的事了，而且他執法的手段很有問題。ICE 現在變成好像是一個蓋世太保的部隊，不受任何法律有關逮捕的程序，或者說法律上的各種保障人權的措施的影響。最荒謬的是，他們居然戴着面罩去執法。法律代表了正義，法律代表了這個尊嚴。你應該是那些作奸犯科的人臉上戴面罩嘛？怎麼執法的人臉上戴面罩？他一開始的時候，很多美國人就不贊成，說你為什麼要讓他們戴面罩？他們是做着見不得人的事嘛？對啊，你既然執法，你就要光明正大。美國的警察，我覺得200多年傳統，還沒看過警察戴面罩執法的。警察就是代表正義啊，代表法律啊，對不對？你怎麼會執法的人都戴着面罩？那這裡面這個部隊呢，它成立的很快，它跟過去的這個治安的部隊都不一樣，所以而且它這個待遇很高。那對這些工作有興趣的，你比較合格的，那很多都是什麼？退伍軍人。退伍軍人在執法的時候，他的受訓是在戰場上的，對不對？跟你一般的警察執法人員是在社會，在自己的人民之中2回事啊。所以這個 ICE 的執法到現在，真的如果任何的政府都應該要檢討一下，打死的你也沒打死非法移民啊，對，你打死的是合法的公民啊，那你不是搞得人人自危嗎？你搞得人人自危，而且他們這個常常衝入人家的工作場所裡面去抓人，然後你看現在美國在街上就在逮人了，你知道街上為什麼逮人？你長得像非法移民，你長得不像這種所謂架槓這下美國人的話，他就要把你攔下來問。所以美國現在人人自危，這個情況啊，我覺得啊，川普如果讓他這種情況再繼續發展下去啊，不是只有明尼蘇達，明尼蘇達非法移民占美國是20名以外，最大的非法移民聚集带在哪裡？在德州，在加州。哎呀，那些要動起來的話，那川普可能這個政權可能都招架不住。是，川普現在要頭痛，那美國有沒有可能引爆內戰呢？尚志哥又怎麼看？
就是要到內戰哈，這個還是很激烈，主要是要武器了。雖然美國槍支沒有管制，不過我們現在來看，我倒覺得現在對於川普的影響還是有哦。比如說這兩天他突然就是說宣布要對韓國又加稅，那這個東西的突然性沒有前面的一個邏輯因果，有可能就是包括這個國內那麼多這種麻煩事情。要知道國際上有很多事情，國內好多事情，但是國內的這種體感溫度跟直接的衝擊，對任何的所謂領導人都是更直接的。我想，其實，在現在在整個美國總體的狀況，死一個人 ICE， 像先前那位女士，到現在死第二個人，它真的不是人數的問題，它確實是一個所謂民意人心，其實是有個邊界承受的邊界，往往它不是1、2、3、4、5、6第7個人大家就會爆發變內戰，它不是個量級的，而是最後在整個裂解當中很多的所謂價值的新仇舊恨。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川普方面，他呢就是還是執行他的價值 ，ICE 就是力度的執行，其實沒有改變。所以我們現在看整個美國的這個整個的變數，真的就是民主黨，就是剛剛先生講，民主黨可能就是要把 ICE 跟相關的預算卡掉，一卡掉之後。什么呢？美國政府會受到停擺的影響。現在在賭盤上已經認為，美國政府在今年這個月底1月底會停擺的賭盤超過80%，就認為這個影響是大的。而如果一旦真的對於政府關門，哇，這個席捲又會回到先前的政黨的對碰，就不只是現在我們看到街頭 ICE 的社會問題，那就會真的是亂成一鍋粥。但我覺得對於商人的個性來講，我認為川普雖然很強悍，但是商人就是要穩定才能賺錢。